中印边境气氛突变，印军再不收手，还会撞得头破血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环球时报》的记者在网上发了一组照片，显示的内容是当年加勒万河谷双方在边境上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的照片。印度士兵被打得鼻青脸肿。那么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来，当年这场肢体冲突或者冷兵器的冲突，印军是吃了大亏的。那么现在他们又想通过谈判来找补回来。那么能找补回来吗？他们在谈判桌上提出了什么样的无理要求呢？在中印双方第13轮军长级会谈后西部战区发言人发表了一个极为罕见的谈话，其中他提到，印方仍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希望印方不要误判形势，切实拿出诚意和行动，以中方一道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那么，印军在谈判中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这些要求合理还是不合理呢？据报道，中印双方此次讨论的主要议题是，自去年5月以来，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15号巡逻点，大批在西藏进行演习的解放军士兵，出人意料地转移到了这几个地点的实际控制线，切断了印军的巡逻路线。印军希望中国军队撤出，恢复2020年4月之前的现状。但是中国军队目前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是在1997年中印边境协议所规定的中方一侧。那么实际上，它切断的是印军蚕食中国领土的线路。可以这么理解，印度军队就是要让中方把原本就属于我们的土地让出来，让印度得以保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断的边境蚕食中国领土的态势，要求中国军队从毫无争议的中方一侧领土撤退，这显然是不自量力。西部战区深夜发表的谈话，几近直白地发出了对印方的警告，不要误判形势，拿出诚意和行动。这已经是严厉的警告了。据《环球时报》报道，印度士兵在边境地区多次越线，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在大树和较大的石块上用英文写上他们的标语，想通过刷存在感的这种方式来蚕食中国的领土。因此，如果印度要想恢复原状，就应该恢复到1959年1月7日之前的双方实际控制线，而不是印军多年来不断蚕食的控制线。印方还有一个所谓的恢复原状的要求，就是希望中方撤走集结在边境地区的部队。中国军队撤走了，那么印军就可以保持兵力优势，为下一步蚕食创造条件。这就是印度人的奇葩逻辑。前一阵，为了给中国军队施压，印度在拉达克地区部署了3个团的 M777 榴弹炮。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还表示说，中国军队大规模集结仍在继续。他还得意地声称，印度一侧兵力集结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和解放军做得一样的好。印度的某网站日前谎称印度挫败了中国军队的入侵，并短暂扣留了数百名解放军战士。但真实情况是，中国的边防部队遭到了印方的无理阻拦，中方官兵坚决予以反制，在完成巡逻任务后返回。印度可能最近不太适应，因为他的挑衅正在让解放军加强对边境薄弱地区的控制力量，开始对印军切枪尝试的蚕食进行零容忍反制。如果印度不放弃蚕食战略，那么双方就有可能再次发生肢体冲突，甚至发生较大规模的边境武装冲突。印军常鼓吹他们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但是别忘了，中国军队也不是1962年的军队了。印度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边境地区继续挑衅，那么其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1962年的边境战争对印军来讲是耻辱性的失败，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应该还是同样的结局。这一点应该说毫无疑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